难产，胎位不正，大出血了。太医们都说没救了。去准备白布。圣上恩准，草民蒙眼接生，绝不直视奉言。快！娘娘，深呼吸，跟着草民的节奏。生了，是位公主。恭喜娘娘，母女平安。本宫乃万金之躯，今日竟被你这卑贱的男人碰了身子。娘娘，小人方才全程蒙眼，绝未僭越啊！即便蒙着眼，你也碰了。本宫如今还有何颜面再见皇上？拉出去，砍头示众。娘娘，小人是救了您的命啊！娘娘饶命！传皇后娘娘口谕：民间大夫借接生之名亵渎凤体，大逆不道，按律斩立决。爹，你救了他的命，他却要了你的头，这深宫欠我的，我会亲手拿回来。牡丹花哎，刚开的牡丹花。卖花的，你傻了吧？这都快冬天了，哪来的牡丹？哦，哎呦，还真有！这都什么时节了，这小姑娘当真有点神仙本事。这2朵瑶黄，咱家要了。来碗乌梅浆。丫头，你这回可是撞了大运了。宫里的贵人刚见了你那2朵牡丹，喜爱的紧。你听好了，明儿一早你就在这儿等着，咱家亲自带你进宫献花。你这丫头，破天的富贵就要来了。多谢公公提拔，民女一定准时赶到，谢公公再生之恩。你倒是来得早，跟咱家走吧，别误了贵人的事。实话告诉你，要见你的是皇后娘娘，这位主儿可不是能随便开嘴的。一会儿进了殿，千万别乱说话，说错一个字儿，小心你的脑袋。民女记下了，谢公公提点。民女阿芷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这牡丹是你种出来的？是。好大的胆子！本宫特遣人命你进宫献花，竟敢只带这几朵应付，着实蔑视皇家天威。来人，把他给本宫拖出去！回禀娘娘，民女家贫地少，只有3颗牡丹，今日所开已全部在此，求娘娘开恩。那倒罢了，且留下你这颗脑袋。既然你已有点能耐，便留在宫里替本宫照看御花园里的牡丹吧。民女谢娘娘恩典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你的脸。姿色平平，不过倒是你这身皮白的晃本宫的眼。民间传闻皇后善妒，哪怕你是天上的仙女，只要挡了她的眼，也落不着好。我自知容貌普通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竟连这身天生的白皮也成了罪过。一个乡野村妇，怎的这般白皙？罢了，本宫不放心用你，快滚吧！娘娘，民女以前很黑，是偶然研制出个养颜秘方，养成这样的。娘娘既不喜欢，那民女今后不再用，准保晒得比炭还黑。什么秘方如此好用？
你老实说，不许有半分隐瞒。不难，只需用民女种出的牡丹，采集花瓣沐浴即会。既如此，本宫那片牡丹园交于你，快点催出花来。本宫也试试这秘方，若是有用，重重有赏；若是无用，剥下你这身皮做影子戏。行了，退下吧。民女谢娘娘恩典。这花园以前是公用的，自从皇后娘娘宠冠六宫，皇上便将这儿划给坤宁宫，不许别人进来赏花。到头了，这2间小屋便是你今后的住处了。朱茵茵，我多句嘴，这园子里不少工人都说半夜不干净，闹鬼。你自个儿强紧着点儿，入夜了就死死关好门窗，听见什么动静也别言语。多谢姐姐提醒，朱茵茵记下了。娘娘，牡丹开了，民女特来呈上这头1茬花瓣，请娘娘试用秘方。好，开得真是不错。莲心，今晚本宫要面见皇上，替本宫挑一朵开得最盛的插在发髻边，皇上瞧了定会心生欢喜。至于剩下的花瓣，先送去太医院，让那些老东西瞧瞧，确认无碍后，便给本宫备水。本宫要亲自试试你那养颜的方子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娘娘的话，奴婢贱名曹曼珠。曼珠，名字倒也算别致。行了，退下吧。曹曼珠，其实我不叫曹曼珠，我叫朱茵茵。你出生时爹种的这些罂粟花正好开得最红，你要记住，这罂粟啊，可供人观赏，可入骨为药，却也能诱人上瘾，杀人无形。是福是祸，只看种它的人打算怎么用。这是他的原话，娘娘，这花您可得好好享用。全是一群废物，已经1天1夜了。姑告诉你们，若皇后和皇子有半点差池，姑要让你们整个太医院通通陪葬。微臣愿一试。母女平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是姑的嫡长女朱爱卿，你救驾有功。皇上别碰臣妾，臣妾这惨败之躯，哪里还有颜面再伺候皇上？朱大夫是为你接生，那是救命之恩啊！可他是个男人，他蒙着眼又如何？他的手终究是碰了臣妾的身子，臣妾只要一闭眼，就觉得浑身肮脏不堪，不如让臣妾以死明志。好一个朱永仁，竟敢亵渎凤体！来人，传旨。是太医朱永仁御前事宜大不敬，即刻收监，秋后问斩，首级悬于城门示众。陛下开恩，朱大夫医术通神，乃旷世奇才，求陛下网开一面，留他一条性命，为朝廷效力啊！谁再敢求情，与逆贼同罪！滚！爹，你看看我！茵茵莫哭，好好活着，离了这长安，永远别回来。
老哥，求你带他走，快带他走，带他走！我哭得晕过去。醒醒的时候，我去见爹最后一面，他看见我，眼含着泪，喊道：“茵茵莫哭，好好活着。”孩子，多亏了你爹，当年要不是他，我那闺女早就一尸两命了。往后啊，你就跟大娘一起把这花种好。13岁那年，大娘也病走了。这世上疼我的人，一个都没剩下。爹，你常说医者仁心，可你积了一辈子的德，行了一辈子的善，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女儿不听你的，我不想做救人的罂粟，我只想做那血红的曼珠沙华，开在那毒妇去阴曹地府的黄泉路上。莲心，你瞧，这方子当真神了。本宫瞧着自己，倒像是回到了刚入宫那会儿。娘娘天姿国色，如今更是艳冠六宫呢。曼珠，你这丫头有点本事。莲心，赏她10两银子，记住了，花瓣绝不能断，给本宫盯紧了园子，越快越好。奴婢遵旨，谢娘娘隆恩。等着吧，你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。这立冬时节，长安城早已是万木凋零，你这儿竟还能常常见到如此盛范的牡丹，着实难得。这花是你种的？姑在御书房都听说了，民间来了个能让牡丹在寒冬开向的牡丹仙子，说的便是你吗？奴婢万死不敢当，是皇上与娘娘福泽深厚，引得天降祥瑞，这才感化了那些牡丹，教他们忘情盛开。况且在娘娘这般国色天香面前，奴婢不过是地头一棵不起眼的野草，哪里敢称什么仙子？哈哈，好一个伶俐的丫头！不过姑瞧着你捧着这满篮红花的模样，倒真有几分牡丹仙子的韵策。皇上，您光顾着瞧人家的仙子，倒把臣妾给晾在一边了。快从这篮里挑朵最美的，亲自帮臣妾簪上吧。好，子君莫急，姑定挑一朵最配你的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子君，你当真担得起这诗？哼，皇上贵为95之尊，怎么能当着奴婢的面说这些云雨巫山的混账话？没得带坏了旁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曼珠，我以前嘱咐过你多少回，这坤宁宫的忌讳你全忘了。娘娘生平最见不得咱们这些宫女在皇上面前露眼，更别提说笑。以往那些想方设法勾引皇上的贱婢，轻则被打成残废扔出宫，重则直接被魏总管蒙了头拖走，连根骨头都寻不着。刚才皇上对我那副和颜悦色的模样，还有那暧昧不清的眼神，金玉荣可是瞧得真真切切。明天他定会责罚我。雪落在身上的寒意，也远不及我心底的寒意。金玉荣，你想怎么折磨我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小贱人，你倒是打得一副好算盘。昨儿个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赶在皇上在的时候巴巴的凑上来献花。你那点存心勾引，想往龙床上爬的骚心思，打量本宫瞧不出来吗？这会子知道装模作样蒙个劳什子面纱了。昨儿在大殿上，怎么就敢露个狐狸脸，扭着那一身骚蹄子，当着本宫的面在皇上跟前发浪？来人，把这贱人的衣裳给我扒个精光，丢到外头雪地里跪着去！本宫要让这宫里所有路过的人都对着这块烂肉狠狠啐上一口！
奴婢昨晚见皇上错认，自知罪不可恕，更不敢冒犯娘娘的天颜。奴婢连夜便回屋，用红红的炭火亲自炭毁了这副皮箱。您才是这天下唯一的国色天香，奴婢这般低贱、丑陋如阴沟老鼠的货色，怎配被比作什么仙子？奴婢宁愿自毁容貌，也要这一辈子留在您身边当牛做马。求娘娘垂怜，求娘娘饶命！金玉柔，这点疼算什么？我要你亲眼看着我，只手一点点把你送进地狱。哼，知道自个儿犯了错，懂得先自个儿动手。你这奴才倒还算乖巧，爬过来。本就生的一张平庸脸，全身上下也就这身皮子还能看，线下倒好，连这唯一的长处也毁了。瞧瞧这副鬼样子，真像荷花池里翻出来的烂皮癞蛤蟆。看在你对本宫还算赤诚，侍弄牡丹还有几分用处的份上，本宫今日且饶你这遭，还不快给本宫滚下去！莫要在这碍眼！谢娘娘隆恩，谢娘娘开恩。几天后，等皇上再来坤宁宫，皇后特意将我叫去，伺候他俩沐浴。我跪在温泉池边，将花瓣均匀地洒在水面上。怎么把脸弄成这个鬼一样？这丫头性子不沉稳，昨儿夜里冒冒失失摔了一跤，正巧碰倒了烧得通红的炭炉。这般毛躁粗老的东西，往后就别让她在御前近前伺候了。姑瞧着实在倒胃口。皇上说的是，哪个宫里还肯要这样的奴才？臣妾瞧他可怜，这才留在身边。皇上若嫌恶心，叫他滚出去便是。蓉儿总是这么纯善，真不愧是姑心尖上的人。这几日姑瞧你将养得极好，越发肌肤滑腻，身姿丰鼻了。我这牡丹玉除了可以养肤，令身材饱满，还有催情之效。都滚出去，门外候着。人生苦短，你俩是得好好享受。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已有身孕，龙胎稳固，大吉之兆。皇上好。皇后如今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只待诞下嫡长子，这辈子便彻底圆满了。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凉亭里，几个下人簇拥着一位妃嫔站在面前。奴婢参见娘娘，不知娘娘唤奴婢来有何吩咐？你便是那个替皇后试炼牡丹的仙子，哼，长得倒真是不负众望。我们小主有话要问你，把头抬起来，老实回答。姑听闻皇后最近日日都要泡那劳什子牡丹浴，怎么，这就是她那帮她重回妙龄、勾住皇上心神的秘法？是，只有在那牡丹园里，由奴婢亲手栽植的牡丹才有用。不过皇后娘娘严令交代过，园里的花除了坤宁宫，别人断不许动的。不许动，在这宫里还没本宫动不了的东西。你听好了，从明儿起，你每日悄悄摘几朵成色好的，私下给本宫送来。奴婢不敢，娘娘饶命！若是被皇后娘娘抓住了，奴婢这小命当场就没了。求娘娘放过奴婢！混账！本宫让你办点事儿，那是你的造化。妹妹，何苦跟一个下人过不去？没得失了咱们的身份。陈妹妹，她不过是个在园子里当差的婢女，借她100个胆子，她也断然不敢忤逆皇后娘娘的禁令啊！你这样打死她，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妹妹如何交代？罢了，今儿全当给姐姐个面子，让她滚吧。好了，趁他们没改主意，快回去当差吧。我抬起头，认出说话的是沈美人。沈美人住在附近的雨竹轩，有时会来这个凉亭抚琴。我远远的见过瞧几次，总见她一个人清冷的抚琴，倒是个不争不嚷的。奴婢夜里想斗胆去雨竹轩拜见，有几句关乎您前程的私房话想跟您说，不知可以吗？
如今皇上眼里心里全被坤宁宫那个毒妇占满了。这位主子纵然弹得珠弦断，指尖血流，这深宫里又有谁来听？容貌清秀，但在后宫里并不拔尖，再加上这副闲云野鹤般的性子，若没点手段，这辈子怕是都要烂在雨竹轩了。主子，您的琴艺超绝，在这后宫寂寂无名实在可惜。若能在人前录上一首，想必会大放异彩，让圣上刮目相看。这是奴婢秘制的花颜丹，每日一粒，美容养颜有奇效，不出7日，定能让主子气色如桃花。不过您得悄悄地吃，千万莫让坤宁宫那边察觉。既有这等灵丹妙药，你自己为何不吃？何苦顶着这张脸遭人嫌恶？奴婢身份低微，这张疤留着还有大用处。主子若是不信，大可叫个心腹先试吃几粒。你名义上是皇后派在园子里的红人，你为何要背主反过来帮我？主子也知道，这宫里风刀霜剑严相击，人人只求自保。可今日在凉亭，您没有袖手旁观，在那等境界帮了奴婢一遭，投桃报李，奴婢也该帮您寻条生路。看来这园子闹鬼的传言还真不是空竹来风。撤下去，统统撤下去！闻着这味儿，本宫就反胃。这是什么？本宫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快叫曹曼珠那个贱人滚过来！启禀娘娘，您脸上的斑点与褶皱，实乃运中气血虚旺所致。待娘娘平安诞下龙子，这些异象自然会慢慢消去的。消去？等到那时候，本宫早就老成腊肉了。3月初就是春日宴，你们让本宫顶着这张脸去见皇上，滚！统统滚出去！往年春日宴，他总要跳一支洛神舞，如青云蔽月，如流风回雪。皇上曾夸他近日君王看不足，可今年他这副鬼样子，注定只能作罢。此曲当真是人间难得几回闻。本美人这一曲，怕是不仅抚进了皇上的心里，也抚碎了某些人的心。这香气比花香更清幽，比熏香更清透。沈爱妾，你真让姑醉魂酥骨。回宫，去雨竹轩。皇上，您还没臣妾特意准备的。沈氏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从本宫手里抢人！本宫要杀了你！独宠10年的皇后，终于也尝到这被冷落的滋味了。10年前，金玉荣在选秀中脱颖而出，衬得其余秀女黯然失色，再加上有太后的扶持，一路顺风顺水的当上皇后。可如今花落谁家，还未可知，似妃之位空悬。这10年来，金玉荣独占圣宠，宫中再未选秀，下边那些姐妹1年到头也见不着皇上一面。可如今，一个默默无闻的沈美人，竟让皇上破了荒，河宫上下怎么不轰动？沈美人，贱人，这不知廉耻的狐妹子、小娼妇，竟敢趁本宫有孕，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勾引皇上！沈婕妤，你今日请安来迟，便是蔑视本宫，蔑视祖宗规矩，给本宫在那太阳底下跪足6个时辰，没本宫的口谕，谁敢服他，便是一起死！皇上驾到！子君，你如今怀着身孕，心思何该放匡闲？如此刁难沈氏，成何体统？
连你也敢欺负本宫，连你也看本宫的笑话！拉出去，给本宫乱棍打死，打成肉泥！莲心甚至来不及求饶，就被几名面部表情的太监死死捂住嘴拖了下去。坤宁宫上下宫宫人齐刷跪了一地，噤若寒蝉，战战兢兢。贱人，给本宫跪下！你那老屎子牡丹玉怎么不顶用了？为什么本宫身上的斑越来越多？是不是你这黑心肝的东西做了什么手脚，存心看本宫的笑话？娘娘请息怒，女子怀胎，体内气血本就与常人不同，药性难免受冲，仅靠那牡丹玉，威力确实已不够。本宫若是不问，你是不是就打算看本宫烂下去？可见你那点子忠心全是装出来的假货。想立功，成啊！先给本宫滚到后院跪3天钉板，等跪够了10日再去给本宫研制。若是不成，本宫不仅要你的皮，还要把你拿去喂狗。曹姑娘，请吧，娘娘的恩典你可得受稳当了。曹曼珠，3日已到，娘娘还等着你的良方呢，滚起来吧！快了，就快了。娘娘，这回春膏只需敷脸配合推拿，定能让娘娘重回倾城之梦。你这手底下的东西，本宫可不敢乱用。娘娘明鉴，奴婢愿以身试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此膏所用皆是当归、珍珠、白芷等驻颜圣品，温和无毒，娘娘大可放心。既然林太医都说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过来给本宫亲手敷上！不见了，全都不见了，姑的脸回来了。2日后，她脸上的斑点和皱纹尽皆消失，喜得不停地照镜子。子陵这回春之术当真了得，姑瞧着竟比那刚进宫的新人还要娇艳几分。皇上竟会取笑臣妾，如今胎气也稳了，臣妾特意备了汤匙，皇上可愿与臣妾共浴？曼珠，你这回功不可没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再是那似弄花草的贱婢了。本宫升你为坤宁宫长侍姑姑，这宫里的大小丫头、内金，通通听你差遣。奴婢谢娘娘隆恩，定不负娘娘重托。曼珠姑姑真是后宫最好的菩萨了，要是魏总管，咱们早没命了。曹姑姑，太后娘娘昨儿夜里梦见佛祖拈花，今儿一早便吩咐咱们来采几枝开得最好的红牡丹，送去慈宁宫供奉。连吃斋念佛不问世事的太后娘娘也被这花勾动了凡心，奴婢自然从命。太后也要，那这戏可就越来越精彩了。我自然从命，找来剪刀。朱茵茵，你是朱大夫家的那个朱茵茵？芳，当年她高热不退，我爹开了3副重药才从鬼门关把她拉回来，1分银钱都没收。她怎么会在宫里？怎么还认得我？这位姐姐怕是认错人了。奴婢姓曹，名唤曼珠，自小在乡野长大，从未听过什么姓朱的。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这张脸烧掉一半我也认得，你就是那个白衣圣手朱永仁的余孽。5年前，你爹给皇后娘娘接生，一双脏手碰了娘娘千金之躯，这才被皇上下旨砍头示众，全京城都传遍了。朱嫣嫣，你隐姓埋名潜伏在娘娘身边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是想给你那死鬼爹报仇吗？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奸人！走，现在就跟我去坤宁宫见娘娘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身皮够不够娘娘剥的。当年我爹救他性命分文不取，想不到竟养出了这么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。走，在这装什么哑巴？跟我去娘娘面前对峙，看你还能不能装下去。算了吧，曹姑姑现在是坤宁宫掌事的，娘娘跟前的红人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什么奸人？翡翠，你糊涂啊！我这双眼绝不会认错，连他的声音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朱家那个余孽。你现在帮我揭发他，那是咱们姐妹俩泼天的富贵。皇后娘娘生平最恨人欺瞒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到时候赏赐下来，咱们还用在这采花老鼠子吗？金玉荣那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的性子。一旦真闹到他面前，他根本不会听我辩解。今日若让他们走出这片林子，我便全盘皆输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能送你们上路了。曹姑姑，
别怕。玛瑙这人打进宫起就是个见钱眼开、卖友求荣的势利小人，我不屑与他为伍。我小时候也听家里长辈念叨过朱太医的名号，大家都说他是活菩萨，好人就该有好报，不该绝了后。曹姑姑，我帮你守着这个秘密，只要我活着，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您的身份。但您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？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我亲姐姐素云原本也是在这坤宁宫当差的，以前她常托人往家里捎信报平安，可就在2年前，她突然音讯全无，彻底断了音信。家里人托了无数关系，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我为了找她，散尽家财才买通门路进了宫，可坤宁宫那是铁桶一块，我只能先在慈宁宫憋着。如今您是这儿的长氏姑姑，找人查档定比我方便100倍。求姑姑帮我查查我姐姐的下落。素云，2年前这宫里消失一个宫女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这件事我应下了，我会去查。至于玛瑙，先想办法把她弄回去。莲心曾私下嘀咕，皇后每年都要物色成批水灵的婢女送进坤宁宫，可这些姑娘往往待不到半年就成批失踪，有人说被撵了，有人说被埋了。坤宁宫这地界最不缺的就是冤魂。好，这桩买卖我接了，只要素云还在坤宁宫，不管是活人还是尸首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还没死透，有个祸害。姑姑放心，老奴这就出去喊人。去吧，别露了破绽。就说这蹄子贪功心切，非要爬到树高处给太后娘娘摘最嫩的海棠花，结果脚下一滑跌了下来，后脑勺正好磕在花坛的石头上。吵死了！姑姑，这人……这丫头是慈宁宫派来采花的，为了讨主子欢心，没轻没重的往高处爬。我刚要呵斥，她就摔下来断了气，真是晦气！大清早的惊扰了娘娘的沉梦。是姑姑，跌死的奴才多的是，拉走填了井便是。采个花都能摔死，真是晦气透了！快抬走，赶紧抬走，扔到后山乱葬岗去，别留在宫里出本宫的眉头。这兰花给太后送去，这瓶回春膏就说是坤宁宫的曹姑姑孝敬的，太后用了若觉舒坦，往后咱们在慈宁宫也算有个帮手。疼死本宫了！我的腰，我的腿，是谁在害本宫？娘娘，微臣查验多次，脉象沉重，却无中毒之迹。这恐怕是罕见的产前风湿，亦或是特殊的妊娠异象啊！放屁！本宫看你们是收了旁人的钱，存心要毒死本宫。查，给本宫查！机关算尽，却没算到身体里的毒。可太医和侍卫们将坤宁宫翻个底朝天，也没查出什么名堂。如今他再怎么闹腾，也无人过问了。皇上没空来，沈昭仪圣眷正浓，太后也没空来。听说他不在潜心礼佛，而是忙着在那慈宁宫里养起男宠来了。滚开！蔡氏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别过来！本宫才是皇后。娘娘怕是真中邪了，整宿跟死人说话，查不出毒，那定是这帮贱妃联起手来害本宫。魏总管，把这院里所有的狐妹子通通刺死，一个不留。娘娘，连曹姑姑也……她也是个祸害，杀不得给本宫殉葬。住手！皇上，臣妾听闻皇后娘娘经了胎气，要大开杀戒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悄悄遣人去告诉沈昭仪，不一会儿，她陪着皇上来了。皇后，太医诊治过数次，都说你只是产前忧思过重，龙体爆量，还是别为了这些无凭无据的疑心，在这宫里网开杀星，平添罪业了。皇上，你竟然信那些贱人，他们在害臣妾，都在害臣妾的孩子！杀！魏总管，把他们统统绞死！你个贱婢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朕看你是疯了。皇上，臣妾这些日子日日跪在佛前抄经祈福，只盼着皇后娘娘能早日康复，平安为皇家诞下嫡子。可方才那阵势，倘若此时在宫里掀起这般血光之灾，臣妾真的怕这冲天的怨气会吓着臣妾肚子里的孩。爱妃莫怕，皇后这是病得糊涂了，满口胡言。这又不糊涂。金玉荣，看清楚了吗？当你这张脸烂透的时候，你以为的一生一世，连这4个台阶都走不过去。皇上圣明，臣妾私心里总觉得
皇后娘娘性子一向最是和软，今日这般癫狂，怕是被身边的人带累了。瞧那魏总管忒不懂事，非但不劝着主子积德，倒一心邀功媚主，跟着主子胡闹杀人。爱妃所言极是，此等恶奴不配留在坤宁宫。来人，传旨，剥去魏总管、大总管服制，即刻贬到冷宫刷马桶当差。皇上饶命，娘娘救我！走。行了，既然皇上开了恩，就都把眼泪收回来，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莫要再惹娘娘心烦。真是，你这个贱人，小娼妇，竟敢动本宫言，本宫要杀了你！去请太后，请太后来为本宫做主。娘娘省省力气吧，太后老人家如今远在西山别院，正忙着与那几个俊俏内侍逍遥快活，怕是没空听您在这嚷嚷。林大人，娘娘这胎可还能撑得住？林太医来为皇后请脉，完事后我送她出去。没有人搭理皇后的叫嚣，这坤宁宫彻底成了死局。曹姑姑，近来这宫里都在传，说坤宁宫那位是中了邪，冲了煞。可我林某人学医10载，从不信那些怪力乱神之说，此中必有蹊跷。曹姑姑日夜守在娘娘身边，你怎么看？奴婢身份卑微，只懂得看护牡丹。至于娘娘的凤体，奴婢真的不知道。唉，怪哉，当真怪哉！这段时日，我们一众太医几乎废寝忘食，翻遍了太医院所有的古籍医鉴，可还是想不通，皇后娘娘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我行医10多年，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，可像娘娘这样一夜白头、牙落肉苦，脉象却又查不出半点中毒迹象的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又是一个医痴，这副遇到难题就跟魔怔了似的德行，简直跟我那死鬼爹爹一模一样。林太医恐怕是问错人了，奴婢一不懂治病救人，二不懂怪力乱神。不过奴婢这儿倒是也有个困惑许久的问题，一直想请教您。哦，倘若救活一个人，代价却是要害死这世间成百上千的无辜之人，敢问医者当如何抉择？这种圣贤书里的题，留着让他这种医痴慢慢琢磨去吧。我那好主子还等着我回去喂饭呢。饭，给本宫饭，本宫好饿。娘娘慢些吃，小厨房里还有呢。您如今怀着身子，每日吃上这7、8顿也是应当的。皇上已有5、6日没来这坤宁宫了，这满宫上下谁都嫌这儿晦气，只有奴婢会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守着您。瞧瞧那几个贱蹄子，穿得红红绿绿的，不就是想勾引皇上吗？小骚货们，都是假忠心！本宫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本宫把你们这些骚货通通都埋了，埋在地底下，让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天光。埋了？原来那些失踪的姐妹真的都成了这坤宁宫下的烂泥。这牡丹金贵，开春要开得好，这底肥就得埋得深。大家伙加把劲儿，往深了跑！往深了跑！好嘞！叫唤什么？没见过死人吗？继续给我跑！原来这满园的国色天香，全是用人血和冤魂喂出来的。哇！别停下，把这些冤魂全都挖出来！死人啦！好多死人啊！牡丹花底下全是烂掉的死人啊！救命啊！快去瞧呀！坤宁宫在杀人埋尸啊！地下全被填满了！天爷啊！这哪是花园？这分明是乱葬岗！金玉荣竟然如此狠毒，这是分明去赶他出从了！金玉荣如此毒，是给他卑微他。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牡丹园被挤得水泄不通。果然，他通过一只簪子找到了姐姐素云的尸骨，当时嚎啕大哭。难怪总听人说这园子一到半夜就闹鬼，原来这地底下竟然活生生埋着这么多冤魂啊！你们快看那一具，看那褪色的绿掐丝衣裳，多像当年的秋菊姐姐。前年她刚被调去坤宁宫伺候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就那么凭空不见了。天爷啊，你们说，皇后娘娘身上生的那些烂疮怪病，该不会是这些冤死鬼回来讨债了吧？纸包不住火，全京城怕是都要知道了。传旨，命皇承嗣即刻入宫彻查，绝不许徇私舞弊。大人，共计108具，经查验，死亡时间皆在1年以前，也就是皇后娘娘入主坤宁宫之后。大人饶命，老奴招了，全招了，这都是皇后娘娘的旨意呀！魏总管，瞧瞧这些丫头，个个长了一副勾人的狐狸样，留着也是祸害，不如送去园子里给本宫的牡丹当花肥吧。皇后喜爱牡丹成狂，又厌恶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就命她每年筛选一批婢女，找些借口打杀，埋在牡丹底下当花肥。魏总管烧金拷打就招供了，都是皇后让他干的。陛下，100多具尸首啊！坤宁宫下血流成河，今世残暴不仁，祸乱宫闱。若不处夺其凤印，何以平民愤？何以正法？请陛下褫夺皇后凤印，严惩凶手！快回宫！雨柔这糊涂东西！太后中风了，快传医官！今世德行有亏，手段残忍，现撤夺凤印，降为婕妤，禁足宫内，待产后发落。钦此。100多条人命，在那位天子眼里，竟还是抵不过一个未出世的皇嗣。皇上啊，皇上，你这心当真是冷到了骨子里。发动了吗？超了预产期整整8天，胎儿巨大，加上这几个月他整日躺着未曾走动。金玉柔，你的鬼门关到了。3天3夜了，娘娘怕是保不住了。还没生下来吗？回皇上，太医说还得熬。顾熬不动了，去玉竹轩吧，沈昭仪那儿清静。诸位大人，各位妈妈，这3天3夜连轴转，便是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！万一娘娘真到了要紧关头，各位若是累得出了差池，谁也担待不起。不如这样，天殿已经备好了软榻和宝毯，各位先去打个盹儿，我在这儿死死守着，只要娘娘那头有了动静，我立刻叫人去喊各位，绝不耽误事儿。哎呦，曹姑姑真是活菩萨，那我们就先歪一会儿，有劳姑姑了。真好，这屋子里现在只剩下你我2人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别怕，您瞧，奴婢手上这件衣裳，您看着，可还觉得眼熟？这是一位大夫的衣裳，他啊，生前最擅长的事就是接生。他常说，医者眼里无男女，只有性。如果他现在还站在这儿，奴婢敢拿性命担保，他定能施展那3连奇法，让您母子平安，不再受这剥皮拆骨的苦楚。快宣他进宫，只要救了本宫，姑定重重有赏。他来不了了，娘娘，您贵人多忘事，难道真的记不起来了？
叫朱永仁，5年前就在这间屋子里，他救了您和公主的命。可您转头却说他脏了您的身子，下旨把他给杀了。别怕，奴婢只是想帮您接生啊。是个死婴，且是畸形怪胎，浑身布满皱纹，胎发是白的，像个耄耋老人，甚是诡异可怖。娘娘，您瞧，皇子生了。哎呀，婕妤娘娘，您快瞧瞧，这孩子怎么生下来就没气儿了，还是个长得如此吓人的怪胎。皇上这些年日思夜想，就盼着您能诞下一位健康壮实的嫡长子呢。这要是让他亲眼瞧见了，该得多失望，多恶心啊！不可能！姑是天命所归，姑的孩子绝不是这种东西！拿走，拿走！唐曼珠，你这贱婢，快把他拿走！这不是本宫的孩子，快给本宫拿走啊！偏不，娘娘，您该多瞧瞧他，这可是您怀胎10月亲口喂出来的骨肉啊！婕妤娘娘，奴婢一直有个想不通的死结。当年朱太医刚入宫时，您明明那般器重他，事事指明要他请脉，甚至在生死关头，他也拼了命保下您母女平安。他到底是哪里得罪了您，竟让您非要用那样阴毒的手段，置他于死地不可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小小太医，能得本宫亲口宣召请脉赏识他，那是他的泼天福气，竟敢违逆本宫，那个臭男人有眼无珠，不识抬举。安暖，既然不能为本宫所用，那便该死，统统该死！他不过小小太医，得本宫赏识，是他的福气，竟敢违逆臭男人，有眼无珠，不识抬举，该死！果然如此，和我猜的一模一样。我爹清俊儒雅，一生悬壶济世，那是真正的正直纯善。而你金玉荣，你这满手鲜血、蛇蝎心肠的毒妇，竟然也配肖想他？你也配提福气2字？想到这里，我狠掐他的针中，让他再坚持一下。金玉荣，别急着死，再坚持一下。这么精彩的结局，你还没看全呢。金玉荣，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这病得稀里糊涂？满宫的人都在背后嚼舌根，说你这是中了邪，是牡丹园里那些被你打死的冤魂回来索命了。这话嘛，对，也不全对。那些冤魂确实在下面等着你，但让你这副皮囊烂透的，可也有那牡丹的一份功劳。你以为那些花瓣玉当真是返老还童的仙丹？那是奴婢加了料的，那药效就像是往干涸的枯井里猛灌烈火，表面上瞧着让你红润娇艳重回妙龄，实则是在疯狂损耗你体内的精元，你内里早就被那牡丹吸干了烂透了。所以你根本没得病，你现在的这副模样才是你真实的岁数，你只是老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可能，孤正值盛年，孤还有皇子，不可能！娘娘，别再自己骗自己了，
算起来，你这副皮囊下的精元已经快90岁了。90岁的老月怀胎生子，不生出个怪胎暖产而死，岂不是坏了天理？贱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何要这般害本宫？自私狠毒的贱婢，竟敢谋害本宫！皇上救我！皇上，来人啊！杀了这贱人！快来人！娘娘，您骂得真对。我啊，这颗心确实早就烂透了，毒得连鬼神都要显眼。可这狠毒，不正是您5年前亲手交给奴婢的吗？你大概不记得了，我爹还在的时候，我也曾是个心思单纯的小姑娘。那时候我最爱美，整日钻研药理，不过是想研制出这世上最好的胭脂水粉，让自己那张脸能变得好看些。可你呢？你仗着皇上的那点子圣宠，不过是掉了几滴鳄鱼眼泪，就恩将仇报，活生生杀了我唯一的亲人。你不仅杀了我爹，还让这天下的无辜百姓从此少了一个能从鬼门关拉人的好大夫。我爹死了，他是因为太良善才死的。既然良善换不来公道，那我朱茵茵还要这老根子良善何用？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这5年来，我忍辱偷生，只想亲眼看着你这个毁了我一切的仇人，失去你最在乎的美貌，失去你赖以生存的恩宠，最后在无穷无尽的恐惧里堕入地狱。皇上，别喊了，皇上现在正抱着年轻貌美的沈昭仪，在那雨竹轩里快活得乐不思蜀呢，哪有空管你这个一身腐臭的废人哟？好了，金玉荣，你这90岁的高寿也该寿终正寝了。到了阴曹地府，记得好好为你那1元子的冤鬼忏悔啊！好了，金玉荣，你这90岁的高寿也该寿终正寝了。蓉儿，孩子，姑的嫡长子呢？别杀不可！那死婴貌像鬼鬼，恐惊龙体啊！皇上吓吐了，很快宫里流言四起，都说那是今世作恶太深，引得厉鬼脱生。发完丧后，皇上终究是垮了，忧思成疾，咳声日夜不停。曼珠，这坤宁宫倒了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不如随我去雨竹轩。谢娘娘抬爱，奴婢福薄，右脸这副鬼样子，怕是会冲撞了娘娘腹中的贵子。奴婢只想回园子里守着那些残花残叶过活。金玉荣一共沐浴了30次，皇上体健倒也瘦了20次。金玉荣已经在地底下烂透了，现在也该轮到皇上了。我从小跟在爹身边，听他讲悬丝诊脉，看他救死扶伤，药理这东西我比谁都懂。入宫前，我走遍天涯，寻访那些见不得光的毒尸巫医，我反复提炼，在那枣红马背上过了1000多个日夜，终于制出了这一味药。此药无色无味，我叫它坚寿露。少许用之，那是美颜催情的灵药，可一旦用得久了，那便是息骨乍髓的催命符。用它浇出的牡丹花瓣里全是毒。金玉荣以为在泡仙丹，却不知泡一回老2岁。我为它取名坚寿露，用其浇灌牡丹催出花泡澡，表面看起来容光焕发，其实泡一回就老2岁。回春膏，金玉荣到死都以为这是救命的稻草，殊不知这东西只能在那张烂透的皮相上粉饰太平，却救不了他那副早已被坚寿露吸干扎尽的骨架子。爹，您一生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，如今女儿这一双手却沾满了血，成了催命坚寿的修罗。您在天有灵，会不会骂我是朱家的孽障，
家门的败类。爸，哪怕是败类，仇我也已经报了。您要骂，便在那梦里尽管骂个够吧。朱掌柜，听闻您这儿的花颜丹和回春膏最是灵验，您说实话，用了这些，当真能让咱们女儿家永葆青春、长生不老吗？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，即便真的有，那也绝非福报，而是要人命的毒药。半年后，沈昭瑜平安诞下皇子，连呼吸瞬间燃起久违的金光。皇上封她为贵妃，立皇子为太子。又过1月，皇上龙体崩逝，太后在别院惊魂死讯，受不得惊，也跟着撒手人寰。沈贵妃扶持幼主登基，自己垂帘听政。林太医，曹姑娘，在这江南水乡再遇故人，当真是别来无恙。林大夫客气了，既然来了，便里面请吧。林大夫放着京城的高官厚禄不要，偏要跑来这偏僻巷瓮当个土郎中，这闲话，奴婢可是攒了一肚子。什么官不官的，在京城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伺候人，如今在这里，我俩围炉煮茶，说起闲话，倒比在那太医院自在百倍。曹姑娘，有些事儿我想了半年也没想通。皇上崩逝前，先是无端咳嗽，紧接着便是腰腿剧痛、眼花耳碎，那病灶发作的模样，竟然和当年金氏的症状一模一样。林某行医多年，自问翻遍古籍，却从未见过这种掏空精元的怪病。难道这世间当真有中邪这种因果报应的事儿？林大夫医术通神，若是连您都断不出来的症状，奴婢一个摆弄红粉的妇道人家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倒是林大夫您放着京城大好的前程不要，怎么也舍得跑到这偏僻街尾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医馆？与其在宫里整日伺候那些贵人，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过活，倒不如在这民间治病救人，不用跪，不用怕，自由自在多好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这也是缘分。奴婢先前偶然得了一箱陈年草稿，听闻乃是当年那位惨死的太医朱永仁的医墨。奴婢觉得此等医术不该埋没，便私下筹钱负责成书了。今日正好送林大夫一册。朱永仁，那可是真正的医道奇才呀！曹姑娘此举功德无量。或许不久的将来，这民间又要出一位真正的白衣圣手了。